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的信息，中俄海军联合编队目前已经抵达东京都正南方向的海域，期间还进行了直升机起降活动。从地图上来看，这次中俄联合巡航有何玄机？美国加紧针对中国搞小圈子政治，AUKUS 已经引发东盟和新西兰强烈不满。北约又超越其地理范畴，声称要制定10年战略应对中国崛起。但蹊跷的是，北约防长们尚未讨论，秘书长就提前剧透。而法国方面呢，早就反对，认为北约应该优先处理欧洲事务。中俄海军联合编队周一穿越连接日本海与北太平洋的重要航道金青海峡之后，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称，编队转弯南下，在日本列岛外海东侧航行，线路估计为绕岛。周三，日本海上自卫队发消息称，当天凌晨1点，在千叶县费崎以东约130公里处确认中俄海军编队正向南航行。周四凌晨4点，中俄编队已经抵达小笠原群岛的须美寿岛和鸟岛之间海域，向西航行。深圳卫视注意到，相关海域位于日本东京都正南方，距离杭州湾正东方向约1700公里。随后，日本海自发消息称，确认在须美寿岛西南方向约50至100公里的海域范围，中国海军一艘054A 型护卫舰和俄罗斯一艘20380型护卫舰分别进行了舰载直升机起降活动，分别为中国海军的卡28直升机与俄罗斯海军的卡27直升机。日方陆续派出第2航空队 P3C 巡逻机、第45扫海队出岛号扫雷艇、第6护卫队商务号驱逐舰及第11护卫队高波驱逐舰进行跟踪监视，同时还紧急起飞战斗机应对中俄海军舰载直升机起降活动。日本防卫省通报称，中俄未出现针对自卫队的危险行动，但中俄两国军舰一同在太平洋大范围活动实属罕见。日方加强警戒的同时，正在分析意图。大家知道这个，美军一直在打着这个航行自由的旗号，在这个中俄的这个周边进行军事活动，以此来就是激化地区矛盾。中俄这个在这个公海的这种联合巡航行动呢，实际上也是在有效的反运用这个航行自由权这个工具，是应该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未来很可能会进一步的常态化。对于中俄联合编队此次穿越的金青海峡，有日本媒体指出，这个海峡位于日本北海道与本州岛之间，最宽处不到20公里，最窄处只有18.7公里。原本日本可以将其划为领海，但这样一来，根据无核3原则，搭载核武器的美军核潜艇也不得通航。因此，为了让1960年签署的美日安保条约继续生效，日本将5处海峡的中间部分划为公海。但有国际法学者认为，金青海峡联系的日本海和太平洋都是公海，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日本无权将金青海峡据为己有。观察指出，随着国际格局的改变，这些原本日本有意无意留给美国的后门逐渐变得尴尬。中国海军走向蓝海已经是大势所趋。今年8月，美国海岸警卫队就拍摄到，此次穿越金青海峡的055型万吨大驱南昌舰出现在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同时出现的还有包括052D 型导弹驱逐舰贵阳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以及一艘815A 型电子情报侦察舰。而周4和周5一连2天，北约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疫情以来的首次线下防长会议，美国防长奥斯汀参加会议。路透社称，北约重申其核心目标是在日益关注中国的情况下威慑俄罗斯，除通过名为欧洲大西洋地区威慑和防御概念的遏制俄罗斯计划外，还将讨论准备应对中国崛起。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本周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北约将大幅扩大目标范围。他还无理指责中国的网络能力、新兴技术和武器装备对欧洲的安全造成影响。智库机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琼斯认为，北约将其战略重心延伸至中国，意在拉近与美国的立场，拓展对美国的合作空间。但这也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1949年成立以来，首次脱离其名称中的地理范畴，也首次将自己置于两线作战的风险。北约在近几年，它虽然说还在扩员，但是这个北约从它的战略方向上，它未来怎么样发展，它围绕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它通过夸大中国的威胁，通过这种
恶意的散播各方面的中国威胁论，来试图来凝聚北约内部已经涣散的军心。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美国在背后的推动。美国也在希望重新的把北约的这个主导方向或者主导的目标定位成这个服务于对华遏制，服务于这个中美竞争。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有迹象显示，无论是对俄还是对华，美欧的立场并不一致。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愤怒地宣布北约已经脑死亡，并宣布中国不应该是北约的优先事项，北约应将有限的精力用于欧洲。周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回答关于北约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一个统一的威胁，中俄是否应该结盟给予回应的问题时表示，与北约不同，俄中的友好关系是互利的，不和任何国家敌对。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存在封闭的军事集团，也没有建立军事同盟的想法，所有关于这方面的猜测都是没有根据的。周五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对普京总统高度评价中俄关系表示赞赏。他强调，20年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擘画引领下，双方始终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俄两国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世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各国人民携手应对。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拉拢盟友在中国周边搞小圈子外交愈演愈烈。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周二在智库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会议上称，刚刚成立的美英澳 AUKUS 未来可能包含日本，甚至五眼联盟等国家，但澳大利亚方面紧急灭火。该国媒体引述外交人士的话称，现阶段 AUKUS 没有扩容的计划。英国方面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就是一厢情愿的。我个人不太认为说这个 AUKUS 这样的一种机制能够被扩展到在近期内扩展到日本和其他的这个盎格鲁撒克逊的这个成员。这次向澳大利亚转让呢，实际上也是就是继这个美英这个核潜艇技术转让之后的一个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让步。但是为什么说它这个 AUKUS 是一个盟中之盟呢？就是因为短期内呢，就是虽然说日本是当然包括韩国、印度啊等等，他们都希望这个获得核潜艇，但是从可预见的未来呢，是美国不太可能向这些国家转让这个核潜艇的制造技术。汪文斌周五强调，美英澳 AUKUS 的盎格鲁撒克逊小圈子是典型的军事集团，直白地告诉人们，三国所信奉的规则仍旧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美英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实力双重考虑，向澳出口核潜艇，为此不惜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制造核材料、核技术扩散风险，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造成巨大冲击。这充分说明，三国是不守规则、破坏规则的代表，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不是三国想否认就能否认得掉的。我注意到，在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一片质疑和反对声当中，美英澳不得不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做出辩解，但三国的解释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回应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切。三国的上述合作也必然损害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尊重东盟中心地位从何谈起？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呢，它不光是增强了对这个中国的威胁，它同时对它的最近的两个邻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也是一种重要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在积极的推动在东盟内部要形成一种共识，对这种AUKUS这种可能破坏地区战略稳定的举措要加以戒备，要加以这个反制。从总体上来看呢，就是东盟或者东南亚国家希望这个地区维持一个总体的稳定和这个合作的格局。这个反对因为私利而组成的小圈子